大家好，我叫陈和尚。广东的秋天，天气还是那么的炎热，在院子动手之前，自己 DIY， 让我们一起见证房子开拆的第一天。由于很多方面都是要专业的人士才能实行，所以只能心疼的花掉5大千，请了师傅。我也只能参与小部分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太阳底下的高温，一天可以把一整个月的汗给流完。现在才体会到那些在高温下工作的人赚的血汗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。下来的砖跟瓦片是准备第2次利用的，所以这些都要进行处理。本来还想全网5万改造这个房子，看来希望有点渺茫。接下来要算算所有的钱该怎么花，怎么支配，一下子紧张的情绪又开始了。但一想到以后坐在这个样子撸着串，仰望着天空，是多么美好的画面。既然开始了，那就勇往直前。是房子开拆的第2天，行动是最高度的表达。很快院子便成为了一片废墟，并给人一种遭受破坏后的凄凉景象。本以为可以完整的保留院子的围墙，结果在拆屋顶的过程中，一面旧墙自动倒塌，幸好没有伤到人。房东说，这几面墙当时是房东的爸爸自己切的，已经经历过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那么的不堪一击。过后我们都很矛盾，接下来的那些旧的墙面跟院子大门是否继续保留使用？为了安全起见，最后决定通通拆除。这样下来，人工与材料费又大大的增加，而且让改进的进步缓慢。永远赶不上变化，也许这就是常态吧。既然发生了，那就坦然的接受吧。我相信慢慢来会。大师帮忙择了个黄道吉日，刚好是本月19号辰时动工。今天把院子所有东西整理了一遍，把没有利用价值的处理掉，把可以利用的安置在某一处。机棚、猪圈、厨房这些通通都需要大改，所以今天一整天都是体力活。下午朋友过来支援了一下，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。这么热的天都是体力活，大家都干劲满满的，动力十足，值得点赞。那就开工。改造就是改变，改变就是一定要比之前好，让一样的空间有不一样的感官，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继续当水泥工小妹的一天，切砖的过程中受到了老师傅的认可，受表扬的滋味真好，让我更增加了自信，再接再厉。干活的过程中累了，我也坐下来，所有的疲惫都给秋风化解了。院子大概的布局出来了，大门跟围墙已完工，接下来只要拆除院子内的地板跟柱子，那就大功告成。下午想说让师傅给我安排文艺一点的任务，结果还是搬砖，反正是原本以为3、4天就可以完成的事，结果1个星期只是计划中的1/2。一点一滴的慢，是为了院子的改造而埋下的伏笔。无论什么事情，越是想着一触则达，缓慢就会越有冲击力。农村生活的节奏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早上、下午都在清理院子。黄昏结束工作后，我便往院子的后山溜达了起来。宁静的氛围将我拉入了万千书系中。不远处看见了一棵挂满了果实的杨桃树，于是我胡作非为了起来。
游玩的过程中，顺手带了点绿植回院子，玩起了花艺，全是我的灵感，为院子增加了一份生机、优雅之感。一位无乐不作的我，又结束了完美的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院子厨房最初的一个模样。明天就要开拆了，准备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这边是旧的水池跟储物柜，准备把它们通通拆掉，改造成为一个制作区。这边是旧的灶台，把它们直接改造成为一个实用性比较强的纯铜做炉灶。炉灶的方位不改，这是风水问题，所以不能改。接着还有一个小房子，这个小房子没有多大的用处，直接把它拆掉，把空间利用起来就 OK 了。大家有什么想法跟建议的，可以跟我讲。这是房子左侧的一个杂物区跟洗手间。洗手间这个位置呢，占地的面积有点大了，这面墙呢是直接把它拆掉的。这个位置准备把它改造成为一个露天式的思想区，也是开放式的餐吧。这个位置的话呢，我是全部把它拆掉的，最后做一个窗台。然后对上门呢，也是直接把它拆掉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让整个院子的间隔会比较大，看起来的话视觉效果也会比较好。瓷砖，各种配件用品都面面俱到。有一堆被遗忘的瓷砖，一下子瓷砖变成了我搬运的对象。中午路过附近的工地，问了一下负责人，我这边需要泥土，结果负责人给我送了一车。当时的我乐坏了，填充院子的泥土终于解决了，但接下来又遇到一大难题，我还怎么样把这些又黏又重的泥土往院子里放？午饭后，我装了2车，发现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忽然下起了一场秋雨，我被迫停工。以后搬运的工作更是难关重重。淋过雨的泥，粘性跟重量都增加了。结果请了师傅，师傅铲了2车后自动放弃，工钱都不要了。
表现任务没办法完成，主要是因为泥太黏了，铲都铲不动，又重，还要上斜坡，太费劲了。当时我才发现，不是因为我是女生的原因，而是男生都觉得太难。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里，万般皆苦唯有自渡。世间所有的一切改造的第15天，接下来的重点是院子的园林区。植物花草的生长是需要周期的，所以先要把花台给建好。下午把园林区划分了出来，把前边一堆没用的瓦片撤走，准备好材料，明天建几个花台。由于地面的泥太黏了，不方便走动，临时用砖头铺了一条小路，铺完后感觉挺美观的。那以后这条小路就保持这个造型吧。离想象中的小院又接近一步了。有些事情本来很遥远，但去中起了，它就越来越近。农历9月初9，岁岁又重阳。半个月以来，每天身上都保持汗臭味的我，早已习惯。早上确定了花坛的大小和位置，准备好泥沙、砖头，调配好水泥与沙的比例，再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就可以开工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满满的工作填满了我对家人的思念。日出又日落，日落在黑夜，一个个的砖拼成一个我想要的花坛。一双伤痕累累的手，让时光有了温度。一个高瘦的身影，从容的忙忙碌碌。一个建好的花坛，让我心满意足。过昨天的凌晨，花坛的做法和施工步骤了如指掌。这2天只要是落实院子品茶厅的方案，测量尺寸、预算材料和构筑围墙进行修补增高，围墙达到符合搭棚标准的高度为2.5米以上。制作时需要铁架才能完成。施工的过程中不小心踩空了一脚，从铁架上狠狠地摔了一跤，这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受伤，忍着伤痛把当天计划的任务完成才收工。高温底下加受伤的一天结束。第2天睡醒，全身酸痛无力，头晕脑胀，身上好几个部位都隐隐作痛，中暑、体力透支、受伤挤在一起。我发现这些天从精神到肉体上一直在严重的透支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想准备工作啦。体力恢复得不错。今天的任务是用砖头装饰围墙的顶部，和园林区的石头小路铺好就可以。这样的工作量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，像往常一样备好所有的材料。
清水秀的地方，当然要配上一条能够融入其中的花裙子才对。院子的小石头不够用，找了一处地方捡了些回去补充，顺便看看风景，玩玩水。无意中发现了一宝藏，那它就非我莫属了。回院子后，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。由于小石头的原因，水泥的比例要多一些，这样子才能够保持粘性，让石头更加的巩固一点。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，小路很快就完工了，自己感觉很不错。接下来就是院子的品茶亭了，找了个木工师傅借了些工具，认真听完操作流程后，就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。改造院子的这些日子里，小店里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大部分的运输多亏了它的存在。逛材料市场、五金店成为了我的日常，终于把需要的材料跟工具都备齐了，接下来就是等着陈木工上场吧。是干活的好季节，忙碌的一天开启了。木棚搭好后，准备把地面装饰一下，铺上一层木地板，用砖头做基层，木方做龙骨，钢钉将木方固定在砖头上，高度是20厘米，每行砖头的距离是40公分左右，这样子会帮木地板带来更多的承受力。平整度需要用水平仪测量，计算好木地板的尺寸，进行切割后，依次安装就 OK。一直想保留这块石头墙，感觉很有艺术感。石头墙的表面凹凸不平，这里费了很大劲去修改木地板的形状，最后才顺利的填补完整。木地板排列整齐后，保证不能留缝，用风箱直接固定在龙骨上，这样子基本上就安装好了。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涂上一层木油，延长木地板的使用寿命。终于盼到了不用挥汗如雨的天气了，干起活来也比较舒适。生活里的小哲学给无奈引入了一份亮点，用心制造的过程中，总在细节中看到惊喜。似乎没有一点想要进入初冬的意思。工作是个很广泛的词，每个领域的性质都不一样，知识面更是不同。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也不好定义，是个工卷吧，又不专业；是个学徒吧，又可以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那就算一位名副其实的创业者吧。自己动手的时候，带动的不仅是身体，而是整个灵魂。大脑会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需要做的是什么东西。院子大门的顶部装饰是搭一个三角形的小棚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反而是得心应手。90年代，爸爸是一位做铝合金电焊的生意人，家里有一个制作工厂，童年时期很多时光都在那里度过。直到现在，我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坚韧的小男孩，正是他能让我去应付生活跟工作所需要的超能力。长大之后才发现，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，一个独立的灵魂才更有可能迎来更加契合的人与物。
第48天，免费淘回来的老建物终于派上用场，把它们一一搬到院子的休闲区进行布置陈列，主要是用来种绿植当装饰品摆设。一直想建一个鱼池，考虑到占地面积、排水跟后期的保养，结果还是放弃了。用现有的材料制作一个养小鱼的鱼缸，还是可以实现的。构思好结构，建好基础，等网购的配件到齐了再组装设计。今天跑业务的体验告诉我，现实里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，只有位置不同。我们会去羡慕他人，他人同样也会羡慕我们。曾经固执地以为那些理所应当的事，却一件比一件还难。我们安慰自己，未曾清贫难成人，不禁打击老天真。面对困境的时候，还是要咬咬牙根，勇往直前。让自己忙碌起来，让身体发出热量，来感受季节的脉络和走线。总要找到自己的节奏，才能找到自己的风格。院子有一副旧的木门，一直存放在杂物间，把它找出来，制造成为凉亭的小茶具。这一扇门已经有70-80年的历史，少华见识，它依然很结实。把一扇门改成一茶具，又可以继续发挥这些木头的价值。这其实跟人一样，活得有价值，生命才会有意义。每个人都慢悠悠的，你想急也急不起来。一日三餐照点的吃，我也慢慢的爱上了这样的节奏。在慢生活里，做个敞亮的姑娘，不争不抢，拿自己的劣势和别人的优势做比较，的确有点傻，但我喜欢这样的傻。生活是个平衡，就是收获。学会赢是闽南语里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，是一种无畏，也是从小听到大的歌。它的歌词备受鼓励，尤其是它的激励精神，有着催人向上的意境。从邻居叔叔养鸡的地方发现一宝藏，这对木门是民国时期保留到现在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200块把它搬回了院子，准备改造成为院子的大餐台和室内的书法台。使木门的长为3.2米，宽为60公分，刚好满足我可以做一个面积为2.5米乘80公分的大台面。首先把木门的一扇切除20公分，拼接到另外一扇门上面。木门经过了岁月的洗礼，部分地方已经严重的腐烂，但处理一下还是可以利用。本人很喜欢老物件的沧桑感，给人一种怀旧的情节。虽然它们破烂，却比破烂的命运要好。它们体现历史文献的价值。不同的老物件有不同的美，或者是材质、造型、颜色。总之，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，不胜枚举，可以从中研究历史，发掘其背后的人文、故事、意义和带来启发，让人重新品味历史的韵味，回忆和纪念过往的岁月。一扇被遗弃的木门，通过我的双手，变成一个庞大又稳固的餐桌时，我的内心无比的震惊。只要努力，就能够发现生活中意想不到的美。
特别的轻松自在。可能在别人看来我很孤独，但我真的很享受这样的一切。我也相信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状态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不用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。给院子的石榴树修剪一下，树枝要正确，不留长桩，这样才能让它在冬天不易冻伤。每天反反复复的收拾，没有一点的疲惫感。热爱生活的人终会被生活所治愈。时光终是以缓慢的方式呈现真相。你的愿与不愿都写在结果中。这2个月以及往后的时光里，做的事情便是自己喜欢做的。打理好院子，拍出有质感的视频跟照片，写碎碎的文字，创造出关于改造院子的好作品。DIY 所需的物件，从邻居家借来高压枪，不是很会操作，经过大叔的指导，才如常的发挥。在繁琐之余，可以有一片宽阔的精神寄托，足矣。虽说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，也是世事洞明、人情量达的基本表现。在现在的这个城市生活了好多年，我已经慢慢的适应和主动的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。语言这一块也被同化成为本地人的口音。刚接触这座城的时候，不怎么喜欢本地话，如今的我已经脱口而出，这就是耳濡目染的原因吧。改造院子的第53天，将大门位置的地面进行打扫清洗。大餐桌完工后，发现一处台脚不稳，再进行加固一下，移至一个适合的位置，进行台面的抛光打磨。很喜欢最近流行的侘寂风，既朴素又安静，一种不用刻意突出装饰和外表，强调事物质朴的内在，并且能够经历时间考验的本质美。这就是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。房子的第54天，继续抛光桌面、上油、布置餐厅。改造院子的第55天，
好朋友过来帮忙，一起组装院子的秋千。将未拆封的秋千移至院子的某一处。每一次拆快递包装的心情就像蓝天白云，总觉得自己在接收一份天降的大礼。明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但就是满怀期待，很好奇。拆快递时的快感往往跟货物的本身价值无关，那是意料之中和出其不意的惊喜。拆除包装后，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研究了一下结构，很快就把秋千架打了起来。很多人都会说，院子再小都要留一个荡秋千的位置，我也这么认为，因为太安逸，太舒服了。秋千不仅是孩子的最爱，也是大人惬意的玩具之一。以后一定会为燕子增加无限的乐趣，让燕子多一份欢笑声。两个人试了一下承重没问题之后，满满的安全感，轻轻地摇拽了起来。院子的花园基本已经完工，接下来是给卫生间搭个屋顶和制造一个酒吧台。将房子大门前的位置清理了一下，准备材料，将磨坊涂上一层清漆，明天开始搭棚，粉刷匠即将上场。之间，11月又过了一半，指缝很宽，时间很瘦。从小玩到大的发小老黄过来帮忙，有一种缘分跟感情很奇妙，无论我身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。房子的第59天，继续搭卫生间与酒吧台的屋顶。
真让人心情舒畅。从朋友家借来的手电钻，不小心在高空下掉了下来，检查了一下，还好不用维修，简单的包扎一下，还可以继续使用。今天的工作内容很简单，把盖好的屋顶铺上一层稻草进行装饰就可以。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份工作，也许是想从为一个不再消耗自己的瞬间开始吧。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迷茫，工作遇到了瓶颈期，当时特别的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来净化一下自己，找回内心的那一份平静。小时候家里的一场变故让我自小就当家，也学习了很多生活上的技能，造就了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，也刚好一直很向往有一个院子的田园生活，所以我选择了一处适合自己的老房子进行改造。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自己的人，这样子可以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去到哪里。一位左撇子的我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统一都是用左手。左撇子是独特的群体，大脑的右半球占主导的地位，而大脑的右半球的作用，右侧重于情感、直觉和艺术思维。惯用左手也有特殊的优势，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明显的出现副作用。左撇子的人是会造成语言中期功能错乱，导致语言功能障碍。我刚好就是患有语言障碍的人，有看过我所有作品的朋友都会知道我的普通话不标准，咬字不清晰。我有一直在克服跟改进，但某些音发不准，就是真的很难做到达